挡眼的进了车。这给我干哪儿来了？卷宗上不是说这云溪县是每年要赈灾银30万两，饿殍遍野的人间地狱吗？瞎嚷嚷什么？又没拦你，你那破车不会走路怪我？放肆！你可知道这车坐的是，管他坐的是玉皇大帝，外乡来的吧？没见过水泥路。水泥路？什么是水泥？哎呦，老张，又来一个没见过水泥的。今天第几个了？第9个。老爷，卷宗不是说这县穷得快死人了吗？穷得快死人的县，铺得起整条水泥大道？进城别打听县太爷啊！为何？问的人太多，烦！你们这些外乡的，一进城就逮着人问你们县太爷是不是神仙？我告诉你们，他不是神仙，他就是个种地的。行了行了，挡道了，挪开。德夫，朕来之前备好了看易子而食，看鸡殍遍地，唯独没备好被一条鹿和一个泥腿子扇2个耳光。进城，朕倒要看看这水有多深。云栖县3年免费蒙学告示：凡6岁以上孩童入学，不取分文，管1顿午饭。管午饭？读书还倒贴饭？不然呢？孩子饿着肚子怎么念书？你们那地方难道还让娃娃饿着上学？还得教数书。那地方的官儿真够缺德！放肆！你竟敢这么跟我家老爷说话！算了，德夫，我们走。精盐、细、纯、咸，宫里御膳房层层提存，才得1点的上等精盐。店家，这盐怎么卖？2文1斤，旁边红的也是糖，3文。2文，京城粗盐，黑黄掺沙，还要30-40文1斤。盐铁是朝廷命脉，这么白的盐2文钱，你不怕官府查你私盐？私盐？你们乡下来的吧？盐就是给人吃的，本该家家买得起，卖贵的才该查。哼，看你人模狗样，连盐都不懂，买不买？不买别捏脏我的盐。大娘，你们县去年饿死多少人？饿死人？客官，您睁眼看看，我们县3年没饿死过一个，要饭的你都找不着一个。为何找不着？谁家揭不开锅，去县衙登个记，先借粮，开春还，不要利钱。不要利钱？放利钱逼死人的，那叫阎王，不叫县太爷。户部卷宗上这县写的什么？地野民贫，流民遍地，饿殍遍野，每年向朝廷请赈灾银30万两。30万两，一个造精盐铺水泥，白给百姓读书吃饭，3年不饿死人的县，在朕的卷宗里是每年要赈30万两的人间地狱。那银子年年进了谁的口袋？这卷宗谁写的？朕被当瞎子蒙了几年了。客官，这都算啥？你要去城东瞧瞧我们县太爷种的地，猜猜1亩打多少粮，当场都能吓晕给你看。1亩打多少？300斤，那也就比玉田好些。哼，300斤，客官，那是1200斤。放屁！放屁！亩产1000斤，绝无可能。玉田最好的年逛才300斤，你骗鬼呢！哎呦，又一个城里来的，就是没见识。客官，你这反应跟上个月那个自称京城来的大官一模一样。这可是我们县太爷教的，化肥、良种、水渠缺一不可。你懂化肥吗？化肥是何物？不懂吧？不懂就别在这儿放屁，说绝无可能。走，老汉带你去地里开开眼，免得你回了京城还以为天底下的地都只长300斤。客官，地里这点还不算啥，等你看见我们县太爷那点石成金的玻璃坊，嘿嘿，保管你当场跪下喊神仙。看傻了吧？这才哪儿到哪儿？老李又领着外乡人来开眼，可不，这位还说亩产1000斤是放屁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放屁！后生，你过来。老人家，我自幼读农书，通晓农桑。玉田最好年景300斤，已是天恩。
1亩1200斤，除非地里埋了神仙。神仙没有，化肥有。化肥又是何物？你看这苗，庄稼跟人一样，光喝水不吃饭能长壮，化肥就是给庄稼吃的饭。我们县太爷带人烧出来的，1亩地撒几十斤，苗就这么蹿。一派胡言！粪肥我是知道的，何曾听过什么化肥？那后生你说，玉田为啥才300斤？地利有限，岁有风险，此乃天定。放屁！是你们不会种！放屁！是你们不会种！2种化肥水渠3样齐下，种子要选最壮的留，年年挑，肥要喂足，水要旱涝都保得住。3样齐了，1亩1200斤。你们的玉田伺候皇帝老儿的地吧，守着一群只会念书的官儿，连水渠都不会修，能打300斤，我都替你们脸红。你这是在骂谁了？我就事论事。那皇帝老儿吃的粮，亩产还不如我们乡下。这是编的。土是黑的，松软湿润，跟京城那板结发硬的玉田根本不是一种东西。亩产1200斤，竟然是真的！我读了圣贤书，自诩通晓小农桑，今天被一个种地的老农按在田埂上骂，不会种，替你们脸红。后生，愣啥呢？敢问这化肥2种水渠之法，可曾上报朝廷？这等利国利民之策，朝廷若推行天下，上报朝廷？老先生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？3年前朝廷就把我们县一笔勾销了，卷宗上写我们饿殍遍野，不闻不问。我们县太爷上的折子一封都没回过。既然朝廷当我们死了，那我们活我们的，凭啥还把命根子白送上去？朝廷当人死了，人却活成了神仙。那一封封石沉大海的折子，那一封都没回的批复，是经过了朕的预案，还是根本没让他到朕的预案上？老李，快领人回去吧！县太爷要审那个上月来的京城大官。京城大官？嘘，别问，那人不是好东西。冒充商户想偷我们县太爷的方子，还想烧了化肥厂，被当场逮了。现在人在哪儿？在牢里，等着你们那位真皇帝来认人呢。德福，你瞧见乞丐没有？老爷，奴才走了一整天，一个要饭的都没瞧见。流民乞丐病倒在街边的一个都没有。可京城呢？京城天子脚下，朱雀大街上，每隔几步就横着一个。老人家，瞧病花了多少钱？瞧病不要钱啊，县太爷开的医馆，穷人免。我这把老骨头要是放3年前，早死灰了。不要钱。站住！买票，3文1位。洗澡还要钱？废话，烧水不要柴，扫地不要人，你当这水自己会热呀？我堂堂，我就洗个澡而已。洗澡就给钱？瞧你这穷酸样，不会3文钱都掏不出来吧？掏不出来就别洗，脏死了！别寻着我这干净地儿。行了，德福，给钱。哼，磨磨蹭蹭，进去吧。洗完舒服多了，老爷，咱们现在……德福，您看那门，门都没锁。奴才看见了，都不锁。老丈，这家家不锁门，不怕遭贼？贼？客官，我们县3年没遭过一回贼了。为何？家家有饭吃，户户有活干，谁去当贼？再说了，谁要敢偷东西，全县人戳他脊梁骨。县太爷说：“苍龙食而知礼节，肚子饱了，人心就正了。”苍灵食而知礼节。客官，明一早您要是没事儿，去县衙瞧瞧热闹。何事热闹？那个偷方子烧化肥厂的京城来的大官，县太爷要当众审他。听说那人后台硬得很，张口闭口我是替宫里贵人办事的。嘿嘿，宫里贵人？那可不，咱也不知是真是假。反正在我们云溪县，甭管你是宫里的、京城的还是天上的，犯了法，县太爷照审不误。替宫里贵人办事，偷方子、烧化肥厂，是哪个贵人？太子，还是我那几个早就盯着龙椅的儿子？德福，奴才在。明日一早去县衙，朕要亲眼看看是谁在朕的眼皮子底下伸了这么长的手。还有那位云溪县令，朕也该会会他了。
林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官是替宫里贵人办事，你审我，你审得起吗？来人，把他偷方子夜烧化肥厂伤了3个工人的供罪念给围观的乡子听。林安，你敢动我，宫里贵人不会放过你！你口口声声宫里贵人，我倒想问问，是哪位贵人会派你来一个饿殍遍野的废县偷一个穷县令的方子？既然云思县穷得饿死人，方子能值几个钱？犯得着你这么个大官亲自跑一趟，还要烧铺伤人？要么是有人早知道云思县根本不穷，富得流油；要么是有人瞒着当今圣上，既要骗朝廷的赈灾银，又要抢我云县的方子。你说是哪一种？你血口喷人！我要见皇帝，我要面圣！皇帝知道了，第一个砍了你！面圣？行啊，你既是替宫里贵人办事，想必识得圣言。那本官问你，当今圣上可知道云县3年没饿死过一个人？圣上可知道有人借着他的名后，在他眼皮底下把一个副县爆成死县？我看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坐在那金銮殿上，被你们这群人捂住眼塞住耳，他以为他的天下海晏清，其实早就被你们啃得剩骨头了。这位客官也是京城来的？路过而已。路过？那本官问你一句，你可知道盐几文钱一斤？2文。那你可知道京城里的百姓盐几文一斤？看吧，又是一位城里来的。我见过太多你们这种人了，身居高位，锦衣玉食，张口闭口社稷苍生。可你们这辈子没饿过一顿，没扛过一锄，连1斤盐多少钱都说不出，凭什么坐在百姓头上？客官没话说了，那就站一边看着，本官还要审案。来人，把这宫里贵人的狗腿子先打2煞板，收监。供词与赃证封当存证，留着等哪天真有那么一位宫里贵人亲自来了，本官当面呈给他看。那个被捂住眼塞住耳的皇帝，那个连1斤盐多少钱都不知道的体面人，那个迟早要来认人的宫里贵人，都是朕。好香，什么味道？这什么？肥皂啊！洗手、洗澡、洗衣裳、去油去污，一块顶一盆皂汁，全县都用。全县都用？全县都用。站住！洗手消毒才能进。我就看一眼，何必这么麻烦？县太爷立的规矩，进灶房、进医院、进做吃食的房，都得先洗手。你身上不知沾了多少脏东西，万一带进病菌，坏了一整锅料，谁担得起？病菌？看不见的脏东西就藏在你这双手上，你以为干净，其实脏得很。县太爷说，人10有8、9的病都是这双没洗的手吃进肚子里的。放肆！你可知道这位是？我管他是谁，就算是皇帝来了，也得先洗手，不洗手门都别想进。洗，老爷，他说的对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看你这样子，在你们老家怕是从来没洗过手吧？是，从来没有。京城来的体面人连手都不会洗，也就我们县太爷有耐心，管你们这些大老秃讲卫生。德福，奴才在。你说朕的太医院养着300多个太医，每年10亿以来，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。而这里一个种地的县令，用一块肥皂，一句饭前便后要洗手，就让全县3年不生疫病。这个临安，他脑子里装的东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不好了，知府大人带着兵把县衙围了，说林县令私造军器，聚众谋反，要拿他下狱。林安，有人举报你私造军器，图谋不轨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不束手就擒，跟本府回府城受审。私造军器，大人，我云思县3年没向朝廷要过一兵一卒，匪过剿匪，灾过救灾，全靠百姓自保。我训几个民兵守自己的家，这叫谋反？巧言令色，操练乡勇，私助火器，哪一条不是死罪？来人，拿下！只要真动起手，临安区一个县令，拿什么挡200兵？知府大人，
既然您说我私造军械，那不妨让大人开开眼，把那意大利炮推出来。装什么装？一门破炮！哦，一门破炮。开炮！这怎么可能？大人，您带200兵来拿我，我这门炮一炮下去，您这200兵还能剩几个？你敢轰朝廷的兵，这就是谋反的铁证！谋反！那我倒要问问大人，这3年云思县年年报恶品遍野，朝廷年年拨30万两赈灾银，这90万两银子有一文到过云心百姓手里吗？90万两，我们一文不见过。我家娃读书的午饭都是县太爷自己掏的钱。你血口喷人！那批赈灾银的账册，您历年上报的卷宗，还有昨日我下狱那个宫里贵人手下的供出，我全留着。大人今日带兵来，不是拿我谋反，是怕我手里的东西捅到当今圣上面前，要了你们一窝人的命，对不对？3年90万两，那一封封石沉大海的折子。那恶票遍野的卷宗，原来从府城到京城，早被人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而我这个皇帝被这张网蒙了整整3年。李安，你以为凭一门炮就能跟整个朝廷斗？今日我拿不下你，明日宫里那位贵人会派1万兵来踏平你月河县。宫里那位贵人是哪位贵人？哪来的外乡人也敢插嘴？放肆！尔等还不跪下！当今圣上御驾在此！皇上，是你，严将。陛下今日总算是知道了。带下去！吾等参见陛下，吾皇外万岁，万万岁！见过陛下。大胆，见了圣驾为何不跪？回公公，大禁律，身有功名者面君可不跪。再说了，陛下今日是来认人的，不是来受跪的。该跪的是那些骗了陛下3年的人。都起来吧。林安，陪朕走走。陛下既然想知道我这些东西从哪儿来，这一处陛下该看看。这是琉璃，这叫玻璃。陛下请看。陛下，这镜子10文钱一面，我云路祁县家家都有，百姓照着它梳头整衣，看自己的脸。而陛下是头一回看清自己的脸吧？至盐制糖玻璃火炮亩产1000斤，3年无异，朕遍览古今典籍，从未见过。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陛下，我不是什么神圣，我只是知道一件事，百姓要的从来不多，一口干净水，1斤吃得起的盐，1亩能吃饱的地，1个个不被人偷的家，这些本就该是他们的，只是被人一层层抢走了。陛下，那个下在牢里的宫里贵人的人，奴才方才派人去看过了，他招了。招了什么？主使他偷房子、烧化肥厂，还买中知府瞒报卷宗的宫里贵人是太子殿下。太子，陛下，此事干系太大，会不会是那狗腿子潘武储君想脱罪？朕若现在就拍案而起，回京拿人，他只需一句父皇被妖人蛊惑，朕和这满县的真相谁信？传朕密旨，那狗腿子的供词、知府的账册、历年卷宗一样不漏，由临安封好，暗卫贴身押运回京。是，在朕拿到铁证之前，朕还是那个路过的京城商人，谁也不许声张。临安，朕心里乱，陪朕再走走。这县里的事儿，朕还没看够。老板，你这摊子1年给官府交多少税？税啊，30取1，再没别的了。 30取1，没有别的苛捐杂税？
什么过路钱、铺面钱、节庆钱？啥钱？客官，你哪个山沟里来的？还过路钱？走路还要给钱？哼，哪个挨千刀的想出来的？那官府税收这么少，够用吗？够用的很。我们县太爷会赚钱啊，盐坊、糖坊、玻璃坊哪个不挣大钱？官府的钱从作坊里来，不从我们老百姓兜里掏。我听说外头别的地方那官府狠着呢，种地交税，买盐交税，过桥交税，连家里多生个娃都要交税，把老百姓往死里扎。哎，客官，你穿的这么体面，是京城来的吧？是。哎呦，那你可遭老罪了。来，吃个包子不要钱。出门在外不容易，听说京城天子脚下税最重，老百姓最苦。皇帝住金銮殿，底下人一层层扒皮，可怜啊可怜。一个最普通的卖包子的小贩，反过来可怜我这个皇帝，可怜他底下的百姓被一层层扒皮，而扒皮的其中一只手，是我的亲儿子，是这大晋的储君。临安，朕治国20年，自以为勤政爱民，今日才知道，朕的爱民连一个卖包子的都不如。陛下肯吃这口百姓的包子，肯说这句话，已经比朝堂上那满身珠子的强多了。走吧，再去别的地方看看。九九得一，一得一，一二。这是何物？叔叔，这是99乘法表呀。99乘法表？乘法就是算账用的。我们县太爷说了，不会算数，长大了要被人坑。你这丫头还挺机灵的。叔叔，你会背乘法表吗？不会。这都不会，叔叔你好笨啊！我们县太爷说了，不会算数的人长大了找不到好活干，还会被坏人骗。叔叔你这么大了还不会，是不是小时候没好好读书呀？叔叔确实笨，叔叔回去一定好好学。这就对了，知错能改还是好叔叔。德福，奴才在，派人去府城，朕要知道那位巡抚对云和县的事到底知道多少。是。陛下，巡抚衙门里云溪县的卷宗3年来从未更改，上头白纸黑字仍写着云溪地界民贫，饿殍载道。那巡抚不仅一无所知，半月前还刚向户部递了今年的折子，为云溪县再请赈灾银30万两。好一个一无所知！知府勾结太子中饱私囊，巡抚失位担猜，连治下最富的县富成什么样都不知道，还年年替人伸手要银子。朕的封疆大吏，朕的满朝文武，竟无一人知道在这大晋境内有这么一座云溪县。陛下，您现在明白为什么我守着这一个县，不愿入京了吧？报！陛下，京城8倍加急，太子以陛下微服多日，音讯全无，恐遭妖人挟持为由，已在京中行监国之事，百官已有大半向东宫称臣。行监国之事，百官大半向东宫称臣，好得很。朕还没死，他就急着坐龙椅了。陛下，咱们快回京啊！您一露面，谣言不攻自破。回京？朕这一路回去，太子只需在半道设一伏，再放出风声，陛下已被妖人所害。他要的从头到尾就是朕回不去。陛下，既然回京是死局，那就别回去了，让京城来云溪。你说什么？凭一个县跟整个朝廷跟太子的大军斗？林大人，你莫不是疯了？陛下跟我来，我这个县令的家底您还没健全。装弹在否？是火枪连发，装弹这么快？我改的定装弹，一个熟练兵一息一发，300杆就是一息300发。陛下，朝廷的神机营能做到吗？陛下，这边。
这是何物？地雷，埋进土里，人马一踩，当场炸开。一片雷区能让1万骑兵变成1万具尸体。林安，你私藏这等军械，按律该满门抄斩。陛下要治，随时治。可陛下不妨想想，3年前朝廷把云溪一笔勾掉，灾荒来了没人拾回，这些东西不是用来反陛下的，是用来让百姓不再任人宰割的。好，朕这趟本是来问罪地方官的，如今看来该问罪在京城。林安，朕问你一句，太子若发兵来犯，你这云姬县守得住吗？报，东南30里发现大军打着东宫旗号，号称5万，前来迎驾。陛下，请随我城头，一起看看怎么个事。这台阶也是水泥浇的，结实倒是结实，结实倒是结实。这城墙也是水泥浇的。陛下，这墙3尺厚，整个一块，别说云梯，就是撞成车来撞，撞断了车，墙上连个白印都留不下。奉太子监国令，陛下遭妖人临安挟持，本将奉命迎驾，交出妖人。城上的人听着，速速打开城门，交出陛下与逆贼临安，可免一死。放肆！朕好端端站在这里，何来被挟持一说？陛下在此，尔等还不跪拜？哈哈哈哈！妖人惯会易容惑众，尔等休想拿一个假货诓骗本将。弟兄们，攻城，活捉妖人，救出真正的陛下。好一个真正的陛下！朕站在这儿，他偏说朕是假的。太子这是铁了心要朕死在这城下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别想胡乱回去。传令炮队，预备，放！这是什么妖法？撤！快撤！逆贼！尔等竟敢炮轰王师，这是诛九族的死罪！放屁！我们守的是当今圣上，你们打着太子的旗号炮轰圣驾，你们才是诛九族的反贼！陛下是真的，是真的，陛下！现在知道了，晚了。传朕口谕，把这降将用连他亲眼所见的一切放回京城。朕要胎儿听他说，朕还活着。朕的云思县一炮未损，而他的5万大军全军覆没。临安，造这些东西，养这300兵，修座水泥城，要花多少钱？得花不少。那钱从哪儿来？朝廷3年没给过云溪一文，你一个穷县令哪来这么多银子？陛下随我来。这得多少银子啊？先生，陛下想知道咱们云溪1年赚多少？哪年？去年还是前年？这还得挑年份。去年啊，不多，抛去成本、工钱给百姓的补贴，净挣420万两。就连京城那些王公贵族家里用的玻璃镜、雪花糖，10有8九都是从我们云溪贩过去的。只不过经了几道手，到京城就翻了几10倍。客官，你脸色不太好啊？怎么，你也想跟我们做盐糖生意？看你这样子，怕是拿不出这么多现银，别勉强，做不起的。临安，你有富可敌国的钱，有横扫千军的兵，你若想反着天下，你3年前就能取，你为何还守着一个小小的县令？陛下，钱和兵于我，不是用来夺天下，我要来护着这条街上的人100年、10年都这么太太平平。报，陛下，京城传来消息，那降将回京一说，满朝哗然。原先岛上东宫的官员有大半连夜改了口风，曲阜临县县令，还有一干牵涉赈灾银的官员，自知瞒不住了，正连夜赶来云桃，要向陛下面圣请罪。面圣来得正好，朕正要跟他们算算这3年的总账。巡抚，臣在。朕问你，云溪县这3年什么光景？回。陛下，云溪地界民贫，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420万两。这个饿殍遍野的县，去年挣了420万两。而你，年年替他向朕请30万两赈灾银，这90万两进了谁的口袋？说！臣不知情啊，臣只是按往年卷宗照例上报，臣冤枉啊，陛下！照例上报。我认得你，你就是那个年年坐着大轿来我们县巡查的巡抚。你每回来就在县城转一圈，茶都不喝一口就走，连地里长什么都没看过，回去就报我们饿殍满片。我们云溪根本不要你的赈灾银，那银子是朝廷的，是天下百姓的血汗。你年年替我们伸手要那钱，你给过我们1文吗？还给我们！把你这3年贪的1文1文都给我吐出来！年年说我们要饿死，我们饿死了吗？都是你把我们的命当成了你升官发财的本钱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臣再不敢了。百姓比朕的官清醒，
朕的官只知道把百姓的死活变成升官的台阶，变成中饱私囊的由头。来人！巡抚渎职纵贪，蒙蔽圣听，革职下狱，抄家追赃。知府勾结楚军贪墨赈灾，撕掉兵马，围杀忠良，问斩。其余各县凡瞒报贪墨者，一律严查，绝不姑息。90万两赈灾银，连本带利从他们家产里追出来，一文不少还给云溪的百姓。陛下圣明。清算了一日，不过都是些借一喜之计，真正的毒瘤还在京城坐着监督的位子。林安，这些贪官朕一日就能清完，可朕这大晋千万个州郡，还有多少个瞒报的巡抚，多少个贪墨的知府，这清得完吗？陛下，贪官从来杀不完，因为让他们能贪的不是他们的心，是这套让百姓只能任人宰割的法子。陛下要治的从来不是几个贪官，是这天下运转了千百年的旧规矩。朕知道了，明日你陪朕回京，朕要让这满朝文武知道，这穷县到底穷不穷？臣遵旨。父皇，儿臣一时糊涂，是奸人挑唆。奸人偷临安的方子，烧他的作坊，最后发5万大军来拿你的父皇。这一桩桩是奸人替你做的。你知道朕最寒心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你想夺朕的位，是你明明知道云溪那套法子能让千万百姓吃饱穿暖，你不但不上报，反而要烧了他，还要拿了临安。在你眼里，百姓的命还不如你账上那几10万两银子。你这样的人，就算坐上龙椅，也只会让这天下烂得更快。来人，将太子圈进宗人府，终生。临安，朕欲拜你为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朕把这大晋国政交于你手，你想推的法子，无人敢拦你。你意下如何？陛下，臣谢恩，但臣不愿入京为相。为何？以你之才，区一个小县令，岂不可惜？陛下，在臣看来，让一个县的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亲眼看着他们顿顿吃饱，孩子都能读书，这比当丞相有意义的多。丞相高高在上，看的是奏折上的数字；臣守着云溪，看的是一张张活生生的笑脸。再说了，京城这庙堂里庸臣那么多，臣去了，跟那群只会争权连1斤盐多少钱都不知道的人同朝为官，臣怕臣迟早被他们气死，还不如回我的云溪，种我的地。哼，好一个怕被气死！临安，你这是嫌朕的朝堂容不下你？臣不敢，臣只是不愿为了一个虚名，离开真正需要臣的人。临安，明日你别急着回云溪。朕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。是，陛下。临安，朕今日不是以皇帝的身份跟你说话，朕是以一个管不好这个家的家主的身份。朕的大晋有3000万百姓，这3000万人里，10个有9个，一辈子没吃过一口干净的盐，没喝过一口干净的水。一场旱灾，饿殍千里；一场10疫，10室9空。朕坐在金銮殿上20年，自以为勤政，直到去了你的云溪，朕才知道，朕治下的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，而百姓本可以过上什么日子？万万不可！君不拜臣，这折煞臣了。朕拜的不是你，朕拜的是云溪那3000万百姓本该有的日子。临安，朕不留你当丞相，不要你争权，朕只求你一件事，把你云溪的那套法子，制盐、制糖、化肥2种水利、肥皂、火器交给这天下，让朕的3000万百姓都能像云溪百姓一样，吃饱饭，喝清水，活得像个人。朕求你了。陛下，臣可以交，但臣有3个条件。你说。
第一，新政推行，以民为先，谁敢借新政盘剥百姓，无论官职多小，杀无赦。第二，盐、糖、铁、官营平价授予百姓，断了豪商盘鳖的根。第三，事成之后，放臣回云溪，臣不要官，不要爵，只要守着臣那一个县。准，朕全准。臣请推新政，盐铁官营平价授民，推广化肥两种，增产保粮，兴修水利，防旱防涝，广建蒙学义医，教民识字，救民疾苦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盐铁官营断的是天下盐商的活路，化肥两种，闻所未闻，此乃妖言惑众，动摇国本。祖宗惩罚岂能说改就改？一个屈身县令也敢妄议国政？诸位大人反对，臣懂，因为这些新政断的是诸位的财路。盐铁官营，诸位家里那些盐庄铁矿就赚不了暴利了。平价授盐，诸位囤着的私盐就成了一堆废物。诸位口口声声动摇国本，在诸位眼里，国本是你们的荣华富贵，而百姓的死活从来不在你们的算计里。既然诸位这么有本事，这么忧国忧民，臣把问题摆在这儿，大晋3000万百姓吃不起盐，诸位谁能解决？年年旱涝，饿殍千里，一场10亿，实是9空，诸位谁能解决？谁站出来？臣即刻卷铺盖回云溪，把这新政拱手让贤。既然没人站出来，那么从今天开始，一切按临安说的做，如有阻挠者，一律斩。皇帝老了，被一个妖人迷了心窍，要刨我们的根。既然他不仁，就怪我们不义了。不过短短数月，变化便如春雷响彻大晋。北地的盐价从30文一路砸到了2文，南方的水渠挖通了，1000年的旱冻头一次喝饱了水，中原的2种化肥下了地，那青苗比往年的还高出一头。林大人，新政推行，我等本不该多嘴，可这盐价2文钱一斤实在是太低了，我等盐商世代经营，哪有外人看着那么容易？上下打点、运盐的脚力、晒盐的工钱，哪样不要钱？2文一斤，那我们不得去喝西北风了？林大人，行个方便，盐价提到20文，是我等的一点心意，10万两，聊表森心，往后年年都有。20文，你们可知道20文一斤的会饿死多少人？会让多少人家买不起一把盐，得了大脖子病，活活拖死。那是他们命苦。林大人，您也是要做大事的人，这天下水至清则无鱼，给我们留口饭吃，大家和气生财，岂不是好？你们垄断盐业多少年？盐是地里、海里白白长出来的东西，提纯一斤成本不过半文，你们卖30文，这中间的29文半，是从多少百姓的牙缝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？你们这一辈子赚的每一文黑心钱上，都沾着饿死、病死、买不起的百姓。林大人，你这是血口喷人！我等都是奉公守法的粮商。从今日起，盐业官营，天下盐价统一2文一斤，1文不许多。你们手里囤的私盐，即日起平价收回。官营敢哄抬、敢私卖1斤的，满门抄斩，诛9族。林大人，你不能这样，这是断我们的活路啊！断你们的活路？你们断了天下百姓几百年的活路，如今不过是让你们少赚点黑心钱罢了，还嫌不够？那本官不介意把你们历年偷税犯私、勾结官府的旧账一桩桩翻出来，让你们连命都不用要。盐商们不过是虾兵蟹将，真正的庞然大物还藏在暗处磨着刀。差不多也该来了。报！
西晋8位老秦王联合宗室世家降诏起兵，号称清君侧诛妖人，20万大军已出西境，直扑云溪。清君侧诛妖人，好一个清君侧！朕还没死，他们就要替朕清了。20万大军，陛下，京城禁军不足10万，还有半数靠不住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陛下不必动京城一兵一卒，叛军直扑云溪，是要烧了新政的根，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臣请旨回云溪。令安，你这妖人，蛊惑圣听，败坏祖宗惩罚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识相的自负出城，本王留你全尸，否则20万大军踏平云溪，一个活口不留。老王爷，你这20万壮丁是替你卖命来的，他们的命值钱，你的祖宗成大不值。最后劝一句，退兵，我可以只诛你一人之罪。放肆！一个区云县令也敢跟本王讨价还价！弟兄们，攻城！破了云溪，城里的金银随你们取。地雷起，炮对放，火枪营自由射击。你们这些刁民，竟敢反抗朝廷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！反抗朝廷，放你娘的屁！当今圣上就在我们城里，我们只认林县令，只认当今圣上，不认你们这群矫诏起兵的乱贼子！有本事你过来啊！看老子不一炮把你轰回老家去！哎呀！妖术，这是妖术！我大晋的祖宗惩罚，怎么会输给一所小的县城？老王爷，这不是妖术，你输的也不是这一仗，你输的是这个正在变天的时代。你们这些抱着旧规矩不放的人，从踏出西界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被这个时代抛下了。传旨，西境作乱8王连同附逆世家，尽数捉拿，严惩不贷。另传朕的话给满朝文武，谁敢挡新政，西境8王就是前车之鉴。新政自今日起，谁再敢从中作梗，阻挠一日，云溪城下那20万具尸口就是他的下场。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新政推行1年，大晋变了天，化肥2种铺满9州，粮食产量翻了1倍，盐糖2文1斤飞入寻常百姓家，再没人因为吃不起盐得大脖子病。肥皂、清水、一医普及天下，生病的人大大减少。水逆路从京城一直修到了边关，800里加急3日可达。大晋的军队换上了火枪和铁炮，国力之盛，亘古未有。大晋皇帝按往年旧例，今年的岁币黄金5万两，绸缎10万匹，粮草无数，3日之内备齐，送到我大单于帐前，否则我匈奴铁骑20万，踏破你的边关，踏平中原。林清，匈奴的旧例，你看该怎么回？陛下，口舌之争费神，不如让使者亲眼看看我大晋的新例。使者，远处那座土山可看见？哼，看见又如何？放！这就是我大晋的岁币，回去告诉你们大单须，大晋的岁币从今往后改了。你们要是敢来犯，我大晋的火炮就会一路打到你们的草原深处，你们的牧养营帐、粮草辎重都会在炮火里化成灰。到那时，你们引为傲的铁骑再没有一处能安稳落脚，这5里外的土山就是你们草原明日的模样。求和，求上国饶命！从今往后，匈奴年年向大晋朝贡，勇士称臣，绝不敢有二心啊！朕做了20年皇帝，守着祖宗的惩罚，战战兢兢，却越守越穷，越守越弱。你来了不过3年，
这天下就成了这副模样。朕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陛下不必谢臣，这盛世不是臣一个人造的，是这天下300万百姓本就配得上的，臣把它还了而已。如今的大晋，国库充盈，粮仓满溢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万国来朝，四海升平，这才是真正的太平盛世。陛下，臣该回云溪了。回云溪？你要什么，朕都可以给你。高官厚禄，封侯拜相，甚至一字并肩王，朕都舍得给。臣不要。林安，你可知一字并肩王与天子平起平坐，这是大晋从未有过的尊荣。臣知道。那你为何不要？臣这辈子只想当个能让百姓吃饱饭的县令。云溪的稻子该插秧了，臣告退。这个临安啊，真是封不动的。父皇，这就是云溪。是。父皇，这就是云溪。是。这里竟比京城外的许多州府还要繁华。10年前这里便是这样，那时临安还只是这里一个小小县令。林大人，你这秧插歪了。歪了吗？我看着挺直啊。大人治理天下厉害，插秧可不如咱们。那我今日就好好跟你们学，等明年我定插的比你们还直。父皇，那真的是林先生吗？是他。那个让匈奴跪壁求饶，让万国来朝的林先生。是他。父皇，儿臣不懂。你不懂什么？林先生有这么大的本事，能造盛世，能退强敌，能富天下。父皇要封他当王，他都不要。可他为什么情愿待在这里，当一个种地的小县令，还弄得一身泥？因为啊，他心里装的是天下苍生，不是功名利禄。天下苍生？当王，当丞相，坐在金銮殿上，看得多是奏章，争的多是权位。可在这田岗上，他看得见每一株稻子，也看得见每一张笑脸。这世上想当王的人千千万万，可愿意俯下身为百姓插一株秧的人，朕只见过他一个。将来你坐上这江山，要记住父皇一句话。儿臣谨听父皇教诲。朕这辈子得江山，得万国，得永昌盛世。朕这辈子最大的福气，只得了临安这一个人，得他一人，胜得天下贤臣。